还为了逃离疯批男友，竟亲手将他送进监狱。谁知末日降临，疯批男友成了末世顶级大佬，而他却因小人陷害，成为了丧尸群的午餐肉。如今重活一世的夏言决定抱紧疯批男友的大腿，并且把上辈子的仇给报了。当他来到监狱门口，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当那道孱弱的身影坐在身边时，夏言的身体还是忍不住的颤抖。你受伤了？你在乎吗？男人语气平静，可浑身却布满阴森可怖的气息。夏言知道他不高兴了。从前男人不高兴就会将他关起来，直到他崩溃认错为止。思绪间，他发现男人左手悄悄揣进裤兜，似乎在摸什么东西。女孩顿时浑身一激灵，以他暴力疯批的性格，就算只是摸出一根牙签，都能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女孩知道不能继续坐以待毙下去，她现在还不能死，至少不能死在夏柔面前。想到这，她掏出随身携带的手绢，轻轻地替男人擦拭淋湿的头发。阿野哥哥，我不在乎就不会来接你了。他的话语轻轻触动着男人的心弦，炙热的情感一闪而过，可取而代之的是麻木。他爱女孩爱得癫狂，就算他想要自己的生命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献出来。可眼前这个甜甜叫着阿野哥哥的女孩，却亲手将他送进监狱。那一刻，他终于知道什么叫痛如已逝。夏言，你并不爱我，所以别演了，宝贝。再演，我会杀了你。话音刚落，女孩猛地缩回手，不再敢说话。车内再次陷入一阵沉默。很快，车停在悉数的面前，管家此时早已撑伞在雨中静静等待。男人刚下车，下一刻竟重重跌倒在浑浊的泥水中。他强撑着想要站起，却因为体力不支又重新摔倒。少爷，翟管家连忙蹲下扶他。女孩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刷好感的机会，于是她小跑到男人身边，俯身抱着他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不要吓妍妍。男人突然转头，目光中充满了狠厉。女孩被吓得跳开。别杀我，我没有在演，是真的担心。切，担心这场雨淋死你，到时间里出狱的戏就白演了。男人扶着管家的手站起，头也不回地进入了悉数。铁门徐徐关闭后，夏言并没有立即回去，反而装模作样地站在楼下徘徊。后来实在是受不住了，这才哆哆嗦嗦进入车内，而男人则是顶着毛巾站在窗边凝望。在女孩站不住踉跄之时，他的身体几乎见势地射出去。翟管家无奈地看着这一幕。少爷，这是群星集团最新研发的特效药，只需要一点，您的伤口就能够在半小时内愈合。林少爷并没有接下药剂，而是默默地看向伤口。只有这道伤痕的存在，他才会多看我两眼。不能治好，最好让他永远溃烂。少爷，可怜换来的爱不会长久的。那又怎样？好过他永远不会再看我。男人说着就将手指抠进伤口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向下扯。而此时女孩正复盘今天发生的事。林少爷出狱后太平淡，太麻木了，一切都透露着反常。这个魔鬼要么是放下那病态的爱了，要么就是恨得太深刻，打算等待时机报复。想到这，夏言的心一沉，就像被重石压着喘不过气。这时一道身影从床底跑出，他一个飞跃扑到女孩怀里。这是夏言养的小狗托托。上一世自己被丧尸群包围的时候，他那么害怕丧尸，却依旧飞奔过来保护他。女孩摸着他柔顺的皮毛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你这只小狗狗只会吃屎，末世哪里活得下来？为了你我也得努力活着。闻言，托托斜着眼，很不服气。女孩被他样子逗笑，也许情况没那么糟糕，林少爷应该还是爱他的，他可是他的天使，他亲口说过的，全世界他只要他，而他要他的命都行。第二天，夏言回到学校收拾东西，然后顺便请个假。他打算在接下来的时间囤够物资，以此抵御前3个月的混乱。经历过上一世，女孩非常的清楚，开头3个月才是最混乱的，那些歇斯底里的人类可比丧尸恐怖多了。女孩请好假后，先是来到了寝室，室友蔡甜甜是她唯一的朋友，前世她没有活下来，如今她有必要给她提醒一下。甜甜，这段时间流感频发，你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了，还有不要节食，想吃什么就赶紧吃。夏言的反常举动瞬间让蔡甜甜警惕起来，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是谁，老娘带人去整死他们。女孩闻言眼眶有些湿润，决定再多说2句，哪怕被对方当成神经病。甜甜，你相信我，很快丧尸病毒就会爆发，你赶紧多囤点吃的，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她现在能做的也只是提醒，毕竟如今她也自身难保。离开寝室后，女孩来到了学校食堂。3年来，她为了保持身材，吃的不是鸡胸肉就是蔬菜。现在她要把当初没吃过的美食全都吃一遍，不管是牛排、芝士焗饭还是蛋糕，全都通通点上。看着满满一桌的热量炸弹，女孩没有理会众人惊异的目光，直接坐下大吃特吃，直到将自己吃到胃疼才起身结账。可刷了卡后，机器却显示扣款失败。女孩继续尝试了几遍都不行，这才断定她的卡被冻结了。她知道这肯定是夏柔搞的鬼，上一世也是被她推入丧尸群的。多少钱？我替她付。一道清澈的男声在背后响起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夏言心中一紧。如果说这一世她最不想见到谁，那必然就是眼前的陈木舟。林少爷给她的是窒息变态的爱意，陈木舟给她的则是光明温柔的爱。他是末世中的圣父，谁遇到困难都会施予援手。不可否认，他是个十足的好人，可这在末世行不通。上一世也是因为他的性格，才导致他们一步步走进深渊的，所以他宁愿在黑暗里和魔王握手言和，也不会再拥抱太阳灼烧自己。不用了，夏言有些疏远的开口，说着就拨通电话。甜甜，我的卡被我爸停了，你能借我300吗？下一秒微信提示到账2万元，女孩心里一热，心中默默记下这一刻。她付款完直接离开，从始至终都没有看陈木舟一眼。倒是陈木舟对她十分感兴趣，询问旁边的朋友，这个女孩是谁？她年纪轻轻就成了京大副教授，这是她第一次遭遇女性冷眼。那姑娘是表演系大4的夏言，不过我建议你不要尝试接触。群星太子爷知道吗？为他杀过人，
闻言，陈木舟将笑意收起，这跨国财团可不只是富可敌国那么简单。女孩回到家，第一时间查询了订单，不出所料，因为银行卡冻结，之前下单的物资全部被退回了。想到丧尸爆发近在咫尺，女孩的俏脸上布满寒霜，就连托托都被吓得不敢喘气，蹲在女孩脚边猥琐的转动狗眼观察。女孩打算走出去想想办法，可门却被夏柔堵住。姐姐，没钱用的日子不舒服吧？只要认个错，银行卡立马解冻。现在夏言没时间和她打嘴炮，边走边用肩膀撞开她，没想到夏柔竟顺势倒在地上大喊：妈妈救命！姐姐打人了！顾雪妹听到女儿的叫声跑上楼，二话没说抬起巴掌就要朝着女孩扇去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小狗托托嗖的飞奔出来，对着顾雪妹的脚就是一口。顾雪妹惊得大叫，下意识的踢了一脚，托托十分灵活的闪躲开，转头对着夏柔的腿又是一嘴。夏柔杀猪般的叫声瞬间响起，夏言觉得太吵了，抬手狠狠的扇了过去。这时急促的上楼脚步声响起，夏建林看到这一幕瞬间怒火中烧，一脚踢飞了正在咆哮的托托。夏言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连长辈都敢还手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女孩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躺在过道一动不动的小狗。夏建林没想到夏言竟然还敢无视他，抬手就向他甩了一巴掌。夏言面无表情地看向男人，这么多年他早已经习惯，比起脸上的疼痛，他更担心托托的安危。女孩站起来狠狠推开眼前的男人，抱起奄奄一息的小狗快速下楼。托托要是死了，你们都要给他陪葬。女孩很快来到西树门前，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。翟管家有些惊讶，出什么事了？翟叔，托托受伤了，能不能帮我把他送到群星的医院？翟管家将托托放到长桌查看，很快判定小狗是腹腔出血，情况危急，不过动用顶级的资源去救一条狗，他没这个权限。夏言清楚有这个权利的是谁，他跑过长长的走廊，敲响3楼深处的房间门口，黑漆漆的大门仿佛地狱的入口。门开后，女孩猛地扑向浑身冰冷的男人，如湿的小手紧紧抓住对方衣领。林少爷，求你帮帮我。是男人看起来很不好，脖子的淤痕已经恶化了，甚至还有一丝溃烂的迹象，整个人散发着令人不安的腐臭味。夏言抱他就像在抱一具尸体，他后知后觉地开始害怕，这种害怕刻在灵魂，每个保有感知的细胞都在拒绝和挣扎，不过他不能逃。夏言狠狠抠住手心，强迫自己直视男人的眼睛。帮你什么？林笑也没有搂他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怀中狼狈的女孩。托托快死了，需要治疗。那条狗让你哭成这样？他的声音没有起伏，但女孩依然感受到一丝嘲讽和疯狂，她强忍着恐惧。阿野哥哥，求你把他救回来，托托是为了保护我才被踢的，妍妍不想要托托死。林笑野的表情仍旧没有变化，但如果从后面看，就会发现男人一条横起的青筋暴起。夏言眼见男人没反应，眼神暗了下去，整个人如同迅速凋零的玫瑰。男人这时才慢悠悠地开口：救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夏言猛地抬头，你想要怎么样？我怕黑，你知道的，以前都是搂着你睡的。夏言顿时想起了那晚，所有的疼痛和欢愉都令人毛骨悚然。林笑也露出了病态般的笑容。狗治好，陪我睡。夏言垂下脑袋，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。现在吗？林笑也依旧面不改色。你的狗治好后归我养，我晚上需要抱着睡。女孩闻言猛地抬头，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的男人。男人的视线不曾落到她身上，只是给了她一条毛巾，让她不要湿哒哒地站在房间。雨夜，一架直升飞机徐徐降落，医护人员拉开机舱大喊：病人在哪里？翟管家命人抱出托托。当毛茸茸的脑袋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医生面露难色，一只狗启动 S 级救援。翟管家淡淡微笑，狗怎么了？这可是少奶奶的狗。女孩目送直升机离开，她站在窗边不安道：能救回来吗？当然了，救不回来，整个医疗部都得进焚化炉谢罪。不过林笑也显然不打算让夏言放心，因此并没有出声安慰，还在这里冷得哆嗦。刚起身想走，外面便传来一阵警笛声，紧接着是枪声和怪异的嘶吼。他心里一惊，这是爆发进程变快了，不快点准备物资的话，恐怕又要陷入无止境的饥饿和争斗。他这时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，转头壮着胆子向林笑也借钱。你想在山里的别墅里囤积粮食，做末日演练？夏言点头，我爸冻结了我的银行卡。阿野哥哥，我知道我要求很过分，但是你能不能看在以前的份上？女孩越说越心虚。闻言，林笑也突然一阵狂笑。曾经我每月给你3000万换不来一点好脸色，现在为了300万求我住在这里，你甚至不允许我自己刷牙和吃饭，就连去卫生间都要亲自抱我。夏言眼中闪过一丝隐秘的痛苦，你说过什么都依我，结果那晚却这么对我，我都说了不要，说了好多次。林笑也偏头看向他，这么说是我的错。男人顿时不再压抑自己，那股子疯癫的气场不可抵挡的涌来。夏言来不及呼救，脖子就被男人牢牢掐住。他心想完了，救完托托就该走的，哪怕出去被丧尸咬死，也好过接下来会发生的事。女孩没忍住，滚烫的泪水滴在男人的虎口。男人顿时有些慌乱的松手，眸子闪过一丝痛苦，他握拳狠狠砸到墙壁，嘶声道：滚出去！夏言惊魂未定地摸着脖子，连滚带爬地跑出去。可下一秒，身后传来哐当的巨响，女孩回头一看，只见林笑也已经跌倒在地，被撞得头破血流。阿野哥哥！夏言连忙返回抱起男人，林笑也的血根本止不住，不停从他的指尖漏出。来人啊，救命！夏言喊到破音，他根本没发现自己有多慌张，也没发现怀里的男人正露出病态的笑意。翟管家和侍从慌忙跑上来，林笑也即便被抬走，依旧死死攥住夏言的手。真是个混蛋，明明刚刚还叫他滚，现在又抓着他不放。不过好在翟管家有处理外伤的经验，所以已经成功将林笑也的血止住，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他依然昏迷地躺在床上。这时夏言才敢仔细看向眼前的男人，不可否认，安静的林笑也十分迷人。当初夏言之所以不自量力地招惹他，这
张帅脸要负99%的责任。不过他没想到，在这精美的皮囊下，却藏着令人恐惧的兽欲。想到那晚，女孩耳朵可耻的红了。一个人怎么能既有神明的外表，又配比牲口还牲口的身子？女孩止不住胡思乱想，直到后半夜实在太困，趴在床沿睡着了。在夏言睡去的同时，林笑也睁开眼睛，他轻轻挽起女孩的头发，放到鼻尖嗅闻，脸上还露出了一抹可疑的红晕。3年不见，她变得更漂亮，也更不好诱捕了。明明只要乖乖接受她的爱意和侵占，别说末日，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伤到她一根毫毛。林笑也脑海里浮现当时法庭之上女孩那绝情的话语：林笑也，你让我恶心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，去死吧，恶魔！可尽管他说尽狠话，他还是那么爱她。他的妍妍不论是可爱的、凶巴巴的，又或者是卑鄙的，他都喜欢。林笑也就这么看着他，直到天亮了才缓缓地闭上眼睛。而夏言此时在满是丧尸的噩梦中惊醒，看向身旁，就发现已经抢救回来的小狗正舒服地窝在林笑也怀里。此时一人一狗抱在一起睡得很香。夏言弯腰想抱走托托，可下一秒林笑也睁开眼，昨天的事忘了吗？托托现在是我的狗。女孩顿了顿，这才想起昨夜对方救狗的条件。她咬紧嘴唇，托托从小就是我养的，他跟你会不习惯的。想耍赖吗？那你把医药费付了吧。男人打了个响指，翟管家立马送上账单。女孩有些心虚地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零，我现在没钱，你以后也没有。男人直接打断她的话，你凭什么看不起人？你不知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吗？我会凑齐钱的，你把托托还我。夏言用力一拉，男人手臂上的留置针管脱出，鲜血瞬间从针孔冒出。女孩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幕，慌乱地去扶他，却被男人一把推开。滚！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，你以为老子还爱你吗？我林笑也有的是女人，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只会让我恶心。走就走。夏言抱着托托转身离开，可刚到门口，一向乖巧的小狗竟挣脱主人的手，然后屁颠屁颠地跑回西树。女孩大声喊他，可狗子头也不回。该死的林笑也，肯定是他对狗做了什么。男人见状露出一抹迷人的笑容，果然他的软肋就是这条花猪一样的小狗。他侧过身，然后在女孩看不见的死角掏出了一把零食喂给托托。夏言一气之下回了家，翻箱倒柜找出林笑也送的奢侈品，打算全部通通卖掉，停卡就停卡，不借就不借，老娘有的是办法。可这时电话突然响起，刚接通，林笑也的声音便悠悠传来，要卖东西还是卖我送你的东西？不行吗？我真的很需要钱购买物资，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你那间山里的破物。夏言闻言一愣，随即挂掉电话查起了监控，竟发现此时别墅中多出了很多物资，不仅有了防爆级别的地下室，甚至还多出了一辆全车防弹的房车，顶部还有一柄重型机枪。这就是超能力吗？夏言十分兴奋，恨不得跑到西树亲他一口。他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发条信息过去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阿野哥哥。这条信息既亲密又疏离，用来钓鱼刚刚好。随着叮咚一声响起，女孩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果然秒回了。她自信打开一看，这是买狗钱，托托从此跟你没有瓜葛，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们。女孩顿时如遭雷击，脑子里1000个问号，怎么你俩谈上了？夏言一路杀回西树，如今物资有了，他只想和托托一人一狗安静地躲起来，但来到西树却没看到林笑也。从翟管家那里得知，林笑也带着托托去了诺丁大学。夏言皱眉，他去学校做什么？少爷入狱时，毕业证还没来得及取，有些手续需要去学校办理。夏言闻言点了点头，告别翟管家后，他开车一路向西，此时满脑子全是要怎么跟那个恶魔抢狗。他并没有注意到，身后繁华的城市竟升起了一缕缕硝烟，爆炸声也随之一声声响起。一对刚毕业的情侣手牵着手走在路边，互相诉说着未来的规划。突然，一个超雄老奶飞奔而来，一口咬住了男生的脖子。女生被这一幕吓得大叫，虽然有机会可以跑，但她却始终不肯放开男友的手，最终没有意外的双双殒命。相同的场面在不同的地方不断上演着，城市瞬间混乱作一团，就算是地狱也不过如此。与此同时，夏言来到了学校，他边走边打电话，阿野哥哥，你在哪？不告诉你。电话那头传来男人冷漠的声音，并且说完便把电话挂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可从来不会挂我的电话。女孩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不过她很快重新调整好了心态。要知道患得患失是一个女人沦陷的开始。就在这时，一声爆炸声突然响起，望眼看去，赫然是一辆食材运输车撞到了食堂墙。夏言突然一惊，不好，不会有人变异了吧？果不其然，被撞得惨不忍睹的司机爬了出来。几个胆子大的男学生想要上前帮忙，别过去，你们傻吗？他脑袋都被压扁了，难道还是活人吗？几人这时也反应过来，可发现的太晚了，全都倒在了血泊中。夏言没有犹豫，转身就跑。现在的状况不是他能控制的，他必须尽快找到林笑也和托托。不过他找遍了整个教学楼，却依然看不到林笑也的身影。女孩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一个地方，她急匆匆地来到了大礼堂。她曾在这单独给林笑也跳了一支芭蕾舞，而林笑也曾在这承诺要当她永远的骑士。大礼堂此时正在举办讲座，女孩跑下过道，终于在第一排角落看到了那道身影。她蹑手蹑脚跑过去，打算偷狗，可任由她如何掰扯，男人都将狗绳紧紧握在掌心。托托现在是我的狗，阿野哥哥，外面现在乱起来了，我需要带着托托躲起来。你的末日游戏还没玩够吗？女孩刚想反驳，可下一秒礼堂2楼突然跳下几个人，然后歪着脖子朝着最近的观众扑去。女孩头皮一阵发麻，拉着男人的手，别管，我们赶紧走。如果是陈木舟，肯定会温柔地拒绝他，然后带领其他人一起制服丧尸，而他确实是这样做的。他丢下话筒，然后招呼2个帮手，3下5除2地制服了丧尸。看戏的林笑也唇边勾起一抹笑容，真是好人啊。夏言只想离开，急切地看着男人，阿野哥哥，我们快点走吧。林笑也奇怪道，为什么要走？如果这就是你所说的末日，现在出去就是当靶子，我就是要走，只要有陈木舟在的地方，他一刻都不想多待。那你自己走吧。男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哼，自己走就自己走。女孩牵着托托就要离开，
同学，现在危险还没有排除，先不要随意走动哦。陈木舟口吻中满是亲昵和无奈。夏言听到声音，脚步走得更快了，几乎是以逃命般的速度远离他。男人依然没有放弃，伸出手抓住了夏言。同学，你是不是被吓到了？别怕，我会保护你和这只小狗的。托托意识到夏言的反常，狗眼瞬间变得警觉，龇牙咧嘴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陈木舟温柔地抚摸托托，乖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话音刚落，乖什么？林笑也抓住他的手，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。你要叫我的狗乖？你的？这不是夏言的狗吗？林笑也伸手打了个响指，托托立马乖巧坐下，然后谄媚蹭着他的手指。男人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，接着转头看向夏言，你们好像挺熟啊。这傻大壮在食堂就能帮你主动付钱，现在更是说要保护你呢。我的妍妍。话音刚落，女孩整个人愣住，这死变态又在监视她。哦不对，他不监视自己才离奇呢。女孩对此喜忧参半，喜是因为她并没有打算放下这段感情，忧是如果一旦她认定自己和陈木舟有一腿，到时候别说丧尸，就算如来佛祖和玉皇大帝手拉手嫁到，林笑也得杀了陈木舟才会走。可现在这个情况多耽搁1秒都很危急。夏言脑子转得飞快，既然正的不行，那就来反的。阿野哥哥，妍妍虽然不认识这位仪表堂堂的老师，但是他刚刚还出手救人，心肠肯定很好吧？要不然我们还是跟他待在一起吧。陈木舟被夸得红了脸，没你说的那么厉害，但是我一定会保护。林笑也没等他话说完，直接一拳印在了他的脸上。女孩看到这一幕差点笑出声，果然恶魔只要拴得好，就能跟托托一样忠诚可靠。你做什么？陈木舟捂住眼角的鲜血，神情震惊地看着疯狗似的林笑也。胜负的世界从来没有坏小孩，现在就让这个恶魔给他一点震撼吧。林笑也没有回答他，而是转头用力掐住女孩的手。你觉得他很帅？我只是想夸他2句，让他保护我和哥哥。是妍妍做错什么了吗？林笑也笑了，声音中充满了讽刺。他来保护我们，老子用得着他？女孩闻言乖巧的点头，就知道阿野哥哥会保护妍妍的。很快两人离开了礼堂，他们先是来到了消防工具箱前，取出其中的2把消防斧头，然后林笑也抱住托托，强行给他穿上了鲜艳的小马甲。夏言好奇道，这是在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林笑也轻轻地拍打狗屁屁，托托以为在玩耍，顿时一股脑冲了出去。夏言大惊失色，这才知道他想让托托当诱饵。托托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男人嗤笑一声，托托的时速至少有50到80公里，没有人能追上他，就算是丧尸也不能。确实如此，女孩想到上一世，托托就算被丧尸群围住都能逃跑，只是后来选择回来救他才。一想到这女孩的心就像被针扎似的，可是这样也不能拿她当诱饵。男人轻轻嗯了一声，夏言觉得他在敷衍，顿时气急掐住他的腰，没想到竟然掐不到一点肉。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一个人怎么能瘦成这样？林笑也感受到女孩的小动作，嘴角微微扬起，妍妍别害怕，哥哥会永远保护你和你的小狗。而另一边陈木舟刚缓过神来，就发现夏言不见了，他脸上瞬间有些慌乱，连忙找来好友徐泽林交代注意事项。徐泽林面色沉重，木舟你呢？你要去哪？我得去找他，我必须得找到他。闻言徐泽林苦笑地看着他，兄弟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女人？这里的人都需要你。陈木舟惨笑地后退一步，我救了那么多人，唯独没能救下他，他明明那么相信我。说着递给好友一把短刀，还能见到你很高兴。老徐，这次你一定要活下来。说完就离开了礼堂。另一边的两人绕路来到女生宿舍，此时夏言已经累成狗，皱着眉的捂住肚子。林笑也闻言停下脚步，然后让他在原地等他。说完自顾自地跑进活动中心大楼。几分钟后，他扛着血淋淋的斧头出来，手里还拖着一个儿童玩具车。他先是示意夏言坐下，然后将狗绳绑到车头，一辆崭新的狗拉小车就此诞生了。夏言耳朵都红了，从没干过这么羞耻的事情。不过幸好现在没人。可下一秒，宿舍上方便传来一惊一乍的欢呼：妍妍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坐在小孩车上？这么好玩吗？夏言抬头，只见蔡甜甜正穿着睡衣躲在阳台，并且在用晾衣杆顶着变成丧尸的宿管阿姨。可就是如此危机的情况，她竟然还能欢呼出声：妍妍，我撑不住了，我把银行卡丢给你，密码是123456，你来继承我的遗产吧。夏言闻言红了眼眶，没想到重活一世依然救不了他。现在宿舍楼满是丧尸，他也没有办法。他正想着，下一秒林笑也甩出斧头，正正的击中了宿管阿姨的脑袋。Oh my god， 我竟然得救了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夏言也十分惊喜，一把抱住旁边的男人，阿野哥哥，谢谢你。男人有些错愕，其实他是觉得太吵了，然后想砍死蔡甜甜的，可惜丢歪了。不过还是别告诉妍妍吧，他跟这火龙果似乎是好友。没了宿管阿姨的纠缠，蔡甜甜顺着水管爬了下来，不过中途不小心扭到了脚，他一瘸一拐的跑过来，在两人的帮助下爬过了铁网，然后经历万难，终于来到了地下车库。林笑也拿出钥匙一摁，停在远处的防弹轿车立刻发出声响，三人过去才发现车旁还站着几个人，两男一女。他们看到来人，十分礼貌地询问着能否带着他们离开。就算如此，夏言依旧警惕地看着对方。如今他们只有林笑也有武器，蔡甜甜还扭伤了脚，局面对他们很不利。托托也警觉地朝着他们大叫。突然，对面的帽子男拿着球棒砸向林笑也，他认为只要解决了林笑也，不仅车归他们使用，夏言和蔡甜甜也归他们享用。但他显然低估了对手，林笑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闪开，一斧头砍在帽子男的手上。另一个男生见状也冲了上来，林笑也冷笑一声，眼中闪过一抹嗜血的光芒，然后毫不犹豫地砍向了对方的脑袋。仅剩的女生见状吓得尖叫，蔡甜甜有些于心不忍，要不然放过他吧。夏言没有回应，而是一脚把对方踢倒在地，把东西交出来。这一幕给蔡甜甜整懵了，她的闺蜜怎么变得那么恐怖了？女生被踢得干呕，藏在
在背包的水果刀哐当掉到地面，上面还有未干的血迹。蔡甜甜这才反应过来，好你个婊子，差点被骗了。托托不会无故对陌生人咆哮的，只有危险时才会这样提醒。那个女生见夏言握住刀一步步逼近，她立刻装得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不断哀求着林少爷。林少爷没有任何犹豫，一斧头砍下，接着很嫌弃的踢开女生，好脏。解决好一切后，几人上了车，夏言终于松了口气，你开还是我开？男人闻言默默坐到副驾，闭目养神，半晌后又睁开眼冷淡道，怎么还不出发？你安全带系好，不然发生碰撞会飞出去的。林少爷不置可否，一副你来帮我的模样。夏言只好爬过去帮他系好。下一秒，男人突然凑近，女孩条件反射的躲开，心跳得飞快。蔡甜甜眨巴着眼睛，妍妍，他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天哪，你怎么找了个杀人狂当男友呀？他快人快语脱口而出，下一秒突然有种死到临头的感觉。林少爷的声音从前面悠悠传来，下车就砍你。蔡甜甜倒吸一口凉气，我这张嘴太笨了，我其实想表达帅哥你就是末日骑士，妍妍能找到你简直是积了大德，我越看你们越觉得般配。林少爷嘴边勾起一抹笑容，突然开口问道，妍妍，你朋友说我们是情侣，你觉得他说的对吗？女孩闻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她打算选择冷处理，好在林少爷没有继续纠缠，闭上眼缓缓睡着了。车开到商业街的时候，发现前路已经被倒下的红路灯拦住去路，女孩猛地急刹，熟睡的人全都醒来。林少爷点了根烟，不语地打开车门，眼眸中没有丝毫情绪。夏言心里一紧，你要做什么？林少爷拿起狗绳，我带托托先走，祝你们好运。女孩连忙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，阿野哥哥，你要抛弃妍妍吗？男人嘴角突然勾起，别叫得太亲热，我们不熟。闻言，夏言脸色变得惨白，果然装聋作哑是没用的。林少爷一直在等他回应两人的关系，他却选择了冷处理。你们非得现在玩情趣吗？周围可都是丧尸，我靠，快看，还有一个提着电钻。夏言见状，整个人都麻了。一开局就遇到高级丧尸，即便拥有防弹车，他还是感觉自己要急。不过此刻承认和他的关系，肯定又要被他以爱的名义一点一点控制着自己的生活。想到这，夏言不再挽留，你走吧，逃命去吧，就这样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。林少爷动作慢了下来，眯眼审视着女孩，似乎要确定她是嘴硬还是真的宁死不屈。夏言见他没动，皱着眉，滚啊，我不需要你了，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神经病。说完还狠狠踹了他一脚。男人被踹得踉跄下车，他此刻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十分兴奋，这才是他的妍妍，是那个叫着他死在监狱的坏女人，也是他的宝贝，他的心肝。男人收起笑容，靠着托托将聚集的丧尸分散，他硬生生杀出一条生路，过程中还在商店顺了一颗粉色棒棒糖。夏言也没有闲着，他发动汽车撞翻所有挡在前面的丧尸，而蔡甜甜一动也不敢动。在满身是血的林少爷爬上车时，更是默默地缩到角落。男人将车门关紧后，先是将夏言提起扔到了副驾，然后自己坐在主驾上，染血的脸认真地看着女孩，妍妍，叫我林少爷吧，比假惺惺的阿野哥哥好听。夏言此刻肾上腺素狂飙，缓缓勾起唇角，真贱。男人直接勾住她的脖子往怀里拉，然后轻轻吻在女孩的额头上，叫我林少爷。夏言盯着男人危险的眼睛，冷笑道，闭嘴，开车。话音刚落，男人疯狂的笑声在车厢回荡，他将刚刚抢来的棒棒糖丢给他，他丝毫不介意上面的血，拆开包装送进嘴里。托托则是在两人之间闻来闻去，欢快的汪汪叫着。全车唯一的正常人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可就算害怕，他依然不忘拍照发到校园墙。图片里的西装男人一边抽烟一边开车，女孩则是托腮看着男人，嘴里还含着跟染血的棒棒糖。车又继续开了很久，终于来到了山腰上的别墅。蔡甜甜看到院子里的菜地，就如同托托看到骨头一般，迅速摘了个番茄往嘴里塞，瞥到夏言看着自己后，嘿嘿两声，露出一个智商欠费的笑。托托则是到处嗅闻和尿尿，他要把这里所有地方都标记上。房子是林少爷叫人装的，他最清楚怎么用。一进去房子，男人率先按下全屋防御系统，高强度的钢板落下，门窗被遮得严严实实的。开灯吧，男人在黑暗里说道。整个别墅瞬间亮起，末世光源最容易吸引不怀好意的人，所以夏言立即和蔡甜甜细细交代，让他知道末世人性的险恶。蔡甜甜闻言认真的点点头，怕自己忘记，还拿出小本本一条条的记上。他知道有现在的生活全靠夏言，不说回馈什么，至少不能拖后腿。夏言嘴巴都说干了。蔡甜甜见状连忙去冰箱拿瓶汽水出来，然后眼巴巴看着夏言喝下，嘴唇不自觉地跟着啊吧啊吧。夏言疑惑道，你不喝吗？蔡甜甜闻言睁大眼睛，我可以喝吗？刚吃西红柿你不是还瞪我？我哪瞪你了？我只是没见过这么夸张的吃相，你想吃什么自己拿，别浪费就行。话音刚落，蔡甜甜开心地跳了起来，立马小跑到冰柜拿了瓶黑啤。夏言无奈一笑，转身走去浴室洗澡。他洗完后刚拿到浴巾，顿时感觉有一只手握住他的小腿，冰冷的触感令他头皮发麻。他低头便看到林少爷趴在浴缸，后背是密密麻麻的伤疤。你怎么在我的浴室？只有你的浴室才有浴缸，这白痴还是那么喜欢泡澡，怪不得伤口一直不好。他无奈取来毛巾包裹林少爷的脖子，然后轻柔地帮他洗了头。林少爷只露出个头，嘴巴边说还边吐着泡泡。怎么，怕我死了没人替你出生入死？夏言想了想点头。林少爷突然猛地拍打水面，骗都不肯骗老子。行吧，反正没人在乎我，不多你一个。女孩沉默片刻后开口道，得了吧，你是群星高高在上的太子爷，在乎你的人多的是，只有你是真心的。男人的声音难得有感情。夏言，你告诉我，尝过你的真心以后，让我怎么见？女孩闻言顿住，有段时间我对你确实是真心的，但那都过去，过不去，你必须爱我。男人固执的语气像个不肯认错的小孩。夏言眼神复杂的看着他，没说话，离开了浴室。林少爷趴在浴缸旁边一动不动，半晌金亮的光从眼角滑到下颌。这个男人好像哭了，但嘴角却依旧上扬。夏言离开浴室后，带上托托直接向外走去，因为他发现虽然别墅四周设有监控，但是现在全都没有打开。监控检查后发现基本都没问题，只是发电机附近的监控被鸟窝遮住了。他小心翼翼将鸟窝挪换了位置，鸟在末世可是天然预警器，有鸟
鸟就说明附近没有丧尸。这时夏言突然发现异常，上游的水正冲下几根截断的树枝，如果清理不及时，肯定会撞到他们的水轮发动机。然而就在他准备打捞人，托托突然朝着女孩身后大叫，他惊得往后转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物。夏言喃喃自语道：“不对劲！”托托大叫，说明肯定有问题。思绪间，一只手从泥土深处拽住他的脚，身体缓缓从泥土当中浮现。夏言想也不想，直接抄起岸边的石头砸去。丧尸愣了一下，发出的声音，他抬手又是狠狠一下，丧尸这时才终于安静了下来。女孩有些惊魂未定，刚刚是他大意了，今天要是没有托托提前预警，指不定小命就没了。虽然还有2处监控没开，不过等明天准备好再来吧。于是一人一狗来到了别墅门口，蔡甜甜紧张地打开一条门缝，那个，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只要没有香菜你都吃。话音刚落，门才缓缓打开，妍妍你回来了，我正好煮好了方便面，而且还是无敌豪华版，加了香肠和鸡蛋。夏言现在确实很饿，给托托倒完狗粮后，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。吃完后他想了想，还是决定炒一盘青菜，然后跟煮好的粥一起端到了2楼。林少爷，快来吃饭！房间里无人应答，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，可半晌后依旧没人回应。女孩慢慢走近，发现男人蜷缩在被子里，体温高得惊人，嘴里还呢喃着冷。夏言吓了一跳，急忙找来退烧药，可男人此时根本吞咽不下，将喂下去的药又吐了出来。夏言见状急得眼泪直掉。林少爷，你快把药吃下去，你肯定不会有事的对吗？你应该会活到最后，还会发通缉令追杀我，不应该死在这里。男人微微睁开了眼睛，可却看不清眼前的人。他抬起手缓缓触碰女孩的脸，气若游丝地吐出2个字：结婚。当年林少爷说要跟他结婚，他说他们会永远在一起，死亡也无法分离。夏言没继续等下去，他先将药片和水含在口中，然后俯身撬开那枯萎的唇。喂过药后，夏言捧住他的脸细细端详，此时男人的皮肤不再滚烫，只是眼神浑浊，还会无意识抽搐，症状有点像变异。以防万一，夏言关紧房门，取出匕首对准男人的下颌，从这里刺入阻力较小，无论是他还是他都不用太辛苦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很快天完全黑下来，女孩的眼皮再也撑不住了，缓缓陷入了深度睡眠。半晌后，林少爷睁开眼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妍妍真神秘，不仅知道会有丧尸，并且还精准猜到了每一步。”男人将女孩头发缠到手指上，亲了一口又一口。怎么办？好像现在主人和宠物的位置有点兑换了，可是有关系吗？哪怕当狗，只要他一直在他身边就足够了。第二天夏言10点半才醒，发现林少爷正安静地睡在旁边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跟林少爷睡觉确实很有安全感。在他思绪间，男人也醒了，他漫不经心扫过女孩的脸，下巴是怎么回事？昨天和托托去开河边的监控，结果遇到了一只丧尸，那个火龙果呢？他没跟着去吗？甜甜他脚崴了，我让他留下来看家。林少爷闻言皱着眉，没用的东西就应该扔掉。闻言，女孩沉默了片刻，果然比起冷血，他和林少爷还是差得远。对你来说，什么才是有用的？托托。林少爷毫不犹豫地回答，能吸引丧尸和警戒危险，而且100公里还只用消耗1顿狗粮。夏言没有再说话。午后他坐在监控室，脑海里一直是和林少爷的谈话，没用的东西不配留下。如果之后林少爷发现他没有异能，那么他是否也会被放弃？他无奈叹了口气，决定还是先放下疑虑。几个时辰后，雨势稍微小一点，蔡甜甜过来汇报，北边道路有车辆撞在树上，看样子是一家3口，我们要不要救？夏言放大监控画面后，无奈叹了口气，他们是电车修不了的。闻言，蔡甜甜不再纠结，继续汇报着下一件事。最近很多兔子洞被雨水灌入，导致树林里有很多兔子出没，我们需要捕猎一点来储存吗？目前先不用，库房的冰箱里有很多冻肉，而且现在外面还太危险了。对了，林少爷吃过午饭了吗？闻言，蔡甜甜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我刚刚把做的饭送到2楼，结果林少爷就说竟然敢给他吃猪食，还说如果再敢出现在他房间，就用烟灰缸帮我醒醒脑子。夏言顿时满头黑线，他上到2楼，刚推开房门，一道声音冷冷地响起，再让我吃猪食，我就把你们全都变成猪食。夏言平静地拿起餐盘，那你可以自己做。说完掉头就走，没有多余的眼神和动作。女孩来到厨房后，她取出了3鲜汤的食材，然后烧开半锅水，根据记忆按顺序下了食材，这是上一世陈木舟经常做给她的。她恍神地望着这热腾腾的汤菜，思绪间蔡甜甜闻着味来了，好香啊！夏言你竟然背叛我，偷偷学会了做菜。女孩宠溺地看着他那直流口水的模样，盛了一碗递了过去，随后她也给自己盛了一碗淋到米饭上。一碗饭下肚，身体立马暖了起来。吃完后，她将剩下的都提到2楼。林少爷此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知道夏言进来，他装得更厉害了。女孩将碗放在桌上，这是3鲜汤，趁热喝。男人缓缓睁开眼，他一句话不讲，却又什么都讲了。女孩无语地看着他，小孩子嘛，又要喂。他将汤和饭拌到一起，一勺一勺地喂给男人。男人不抱希望地张嘴，可当第一口吃进去后，眼神惊讶地移向夏言，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这是他在陈木舟身边学会的，不过他当然不会说出来，只是很疲惫地找了个借口。林少爷看着女孩的模样，他突然开口，妍妍，生理期到了吗？话音刚落，他的疲惫感瞬间消散，双眼警惕地看着林少爷，你不该出去淋雨的，应该待在房间。夏言应激似的抽回手，你要做什么？林少爷勾起人畜无害的笑，他凑到女孩耳后，夏言瞬间浑身鸡皮疙瘩掉一地，下意识地伸出手挡在身前。不过男人并没有打算往前，而是不断抚摸着女孩的手指，该涂护手霜了，刘海也长了，而且为什么不带我送你的项链？夏言像看着怪物一样的看着他，手拼命地挣脱，然而男人攥得更紧了，一把将人扯入怀中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收紧怀抱。这2天再赶出去，我就剁碎那火龙果煮给你吃。夏言再也控制不住崩溃道，放开我！林少爷掐住他的下巴，如果我不放呢？女孩被掐得很疼，她凶光一闪，朝着男人虎口狠狠咬去。林少爷丝毫不惧，眼疾手快抓住她的小脸，在她惊恐的目光中缓缓低下头。几秒后，男人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。夏言短促的喘气，白皙的脸颊满是醉人的酡红。你可以掌控我，驱使我，但是不要再拖着虚弱的身体独自出行，否则我会疯的。女孩闻言笑了起来，满脸的癫狂。我会听话不出去的，但是你知道不听话的是谁吗？她的眼睛含着
着无法解析的汹涌情感，男人心口没来由的抽痛。夏言擦过嘴径直离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女孩信守承诺，一直闭门不出，只是偶尔抱着托托在阳台看雨，拒绝着任何人的接近。蔡甜甜承担起巡视房子和看监控的职责，林笑也则是翻出食谱，做了一碗红枣甜汤送给夏言。夏言确实在生理期，肚子疼得厉害。林笑也的建议是对的，但为什么不能和他好好沟通，非要通过恐吓和控制的方式？他端着红枣甜汤尝了一口，汤很甜但不腻，喝下去身体舒缓了很多。没想到他和蔡甜甜做饭竟然会输给这个大少爷。又过了几天，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，女孩找遍了屋子也没看到林笑也，最后来到地下室才见到人。他面前放着满桌的枪支零件，此时正有条不紊地组装着。夏言奇怪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男人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他想不想学设计。怎么，你要教我吗？你不是不喜欢我碰这些东西吗？以前是不需要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不过现在还在下雨，没法外出练习。他带夏言来到阁楼，打开窗户架设好狙击枪，然后教他如何握持，如何瞄准。夏言根据教学扣下扳机，随着一声枪响，他的肩膀被后坐力震得打颤，但是看着子弹飞出，然后稳稳地正中树干，让他产生了很强的成就感。男人揉了揉他的脑袋，很不错。接下来目标是活的猎物，选择松鼠还是兔子？夏言毫不犹豫地回答兔子。男人闻言打趣道：“兔兔不可爱吗？很可爱，但是甜甜想吃麻辣兔头，我想吃手撕兔。”林笑也指了个方向，狙击如果不能一发击中，你最好别开第二枪，收拾东西跑快点。夏言点头，在林笑也指定的方向找到一只灰兔，随着一声枪响，灰兔僵直的倒地，四周的动物也吓得散开。林笑也环住他的肩膀，口吻带着促狭：“你的猎物被叼走了。”夏言连忙看向瞄准镜，一只老鹰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此时已经带着灰兔飞向了天空。夏言赶紧开了2枪，可全都打到了空气。我的手撕兔，他手肘示意的推着林笑也，林笑也不仅不打，反而笑了起来。老鹰可爱。女孩生气轻捶他的胸口，男人立即面色痛苦的蜷缩起来。他疑惑的看向自己的拳头，原来他自己那么强吗？可突然想到什么，他连忙俯身查看，男人却趁机将人抱住，狠狠按在怀里。夏言挣扎不出，干脆放弃。阿野哥哥，你能做一次麻辣兔头和手撕兔吗？林笑也揽住女孩的脸，四目相对，可以，先亲我一口。吓得女孩连忙推开他跑下阁楼，仓促的脚步像在躲避怪物一样，真让人伤心啊。妍妍，他想不通他为什么要逃，明明会担心他，对他的吻和拥抱也分外享用。而此时别墅外的树林里有个男人，此时正一动也不敢动的躲着。灰兔被爆头时他就在旁边，那一幕吓得他腿都软了。该死的富婆，前几天无缘无故用砖头砸他头，他当时就想要点吃的，谁曾想到那个女的简直不做人，抓起石头就朝他头上抡。还好他躺平装死，否则不知道还得挨几下。为了活下来，他跟踪那富婆来到了这个别墅，不过别墅里的人很少出来，他也不敢贸然接近，到夜晚就会封闭门窗。好在他发现丧尸是极好的狩猎工具，他们耳朵好跑得快，所以他挖坑补了一只花裤衩丧尸，拿来当做猎犬使用。靠着花裤衩，他最近也是实现了野兔自由。不过他还是想报仇，他也要给那女人头上来一下，而且他很眼红别墅里的资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收集了10几只丧尸，准备给他们搞个大的。他的计划很简单，先偷走他们的狗，然后再把他们引进放有丧尸的陷阱。而这边夏言打算换上水鞋和雨衣，他要带托托出去溜一圈，不过却被林笑也先一步取走雨衣。你想遛他吗？不过要遛到拉屎才能回来哦。林笑也点了点头，然后带着托托走进雨中。夏言看着他的背影，没来由的一阵心慌。女孩捂住胸口，没关系的，那可是林笑也，就算地球灭绝他也不会灭绝。而林笑也刚牵着托托走进树林，托托就猛地竖起尾巴，随后箭一般朝树林射出去，就连项圈的扣子都扯崩了。林笑也举起空荡荡的狗绳陷入沉默。树林中卢毅拿着兔子肉做诱饵，等狗过来直接拿着抄网将它扣住。林笑也不急不慢地点开手表查看定位，在抢救托托的那一次，他就让人在他身体里放了芯片。卢毅正高兴着，可突然身后传来枪响，紧接着脚边的土地猛地炸开。我去，谁好人出门还带枪啊？卢毅回头腿都软了，怎么还是个男的？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似乎对方的枪法很完蛋，放了数枪都偏了。卢毅跑着跑着得意了起来，还拍打狗屁股炫耀。下一秒卢毅脚底踩空，然后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，脚瞬间被木刺扎个对穿，疼得他疯狂鬼叫，就连旁边的丧尸都表示害怕。林笑也伸手将托托拽起，然后就这么看着卢毅挣扎。卢毅看着丧尸朝着自己冲来，他忍痛拔出木刺，手脚并用的往上爬，不过即将爬出坑后又掉了下去。卢毅崩溃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，只要你救我，我什么事都可以做。真的吗？林笑也一副我是老实人别骗我的样子。卢毅见状立即拍着胸脯保证，甚至还流下了2滴眼泪。林笑也老实的点点头，他伸手示意卢毅上来。卢毅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两脚登上斜坡去够林笑也的手。就在即将抓到时，林笑也突然抽回手，放任他倒在他自己埋的木刺上。眼看对方活不成了，男人这才抱起托托，笨狗狗，以后再乱跑就让老鹰把你捉走。托托满眼天真，哪怕差点狗命不保，却依旧不影响他当一只无忧无虑的小狗。林笑也回到家还没敲门，夏言便直接开门了。他慌乱的说梦到林笑也和托托掉下悬崖。这时蔡甜甜也探出脑袋，妍妍吓哭了，是我给她摇醒的。林笑也闻言弯腰捧住夏言的脸，小笨蛋哭什么呢？不是盼着我去死吗？女孩没好气的推开他的手，我哭的是你吗？我担心的是托托，托托的命是命，难道哥哥的命就不是命了？谁能杀得了你？说完女孩直接转身进屋。林笑也轻轻叹息，当然是妍妍你啊。几天后暴雨终于变小，夏言刚起床来到客厅，便听到蔡甜甜警觉的声音响起，监控显示有人来了。女孩立马跑到地下室拿枪，随后前往2楼去找林笑也。男人此时正坐在阳台悠闲的喝着咖啡，好家伙，人都杀到家门口了，竟然还能那么悠闲。夏言背着枪过去，来人了，从西边公路来的。没想到林笑也却完全不紧张，继续喝着咖啡，而托托则是缩在男人怀里打个哈欠继续睡觉。女孩满头的黑线，可此时那一辆7座商务车已经停在房前，开车的是一个肌肉猛男，他心里一紧，十分担心蔡甜甜的安危，二话没说直接拿起枪瞄
瞄准。就在他准备扣下扳机时，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：“你能同时打中几个人？子弹不会拐弯，一次当然只能打中一个人。”林笑也静静看着他，琥珀色的眼眸清浅迷离，有种令人头脑清醒的魔力。女孩瞬间清醒，开枪如果不能全部打死，就是在激怒对方，到时候在外面的蔡甜甜才是真的死定了。肌肉猛男打开车门下来，先是望向门口的蔡甜甜，善意的笑笑，随后向2楼阳台举起双手，表示没有携带武器。你好，我们并没有恶意。这时孙小婉也跳下了车，斜眼打量着周围，乔诗琪紧随其后。她在末世前是首富的女儿，也是林笑野的未婚妻。夏言悠悠地看向旁边的男人，林笑野，你竟然把你未婚妻叫来避难。男人被看得浑身一震，他压下紧张的情绪，吃醋了。女孩则是恶狠狠地盯着他，这是我的房子。闻言，男人心似乎漏了一拍，这是凶巴巴的言，好想亲。林笑野，我不是来叫你履行婚约，我们没有粮食了，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。听到婚约时，夏言还可以无动于衷，可听到粮食，他忍不住了，默默摸向一旁的枪。托托也竖起耳朵，狗眼冰冷地看着面前的陌生人，来抢饭的是吧？蔡甜甜更是应激一般破口大骂，你们找不到吃的关我们屁事，这个房子是夏言的，林笑野都是我姐妹养着，还想着拖家带口来吃，想得倒挺美。林笑野此时很想反驳他，房子虽然是夏言的，但物资是他安排的，所以他没吃软饭。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财产？告诉你火龙果，现在谁拳头硬谁就是主人，跟老娘干一架敢不敢？有本事进来啊！姑奶奶打得你满地找屎。乔诗琪想了想，拉开车门，然后将五花大绑的夏柔拎了出来。我们还带来了你妹妹，我们可以拿她来交换。夏言眼睛瞬间睁大，他以为夏柔这会儿早死了，没想到竟然顺利活了下来。夏柔眼神躲闪，她和夏言说是姐妹，实际根本就是仇人。夏柔留下，我给你们1箱粮食和水。乔诗琪则是摇摇头，不够，你妹妹难道就只值这点东西吗？此时那个肌肉男紧张地看着两方，他朝着乔诗琪挑眉，示意他看夏言的脚边。乔诗琪根据示意看到枪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这绝对是林笑野的手笔，要是发生冲突，他们会有胜算吗？在气氛十分紧张时，紧闭的车门缓缓打开，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扶着车门踉跄下来，仔细一看，赫然少了一条腿，他倒在雨中的泥浆里，朝心心念念的人伸出手。言，此时林笑野终于起身，他的嘴角毫不掩饰的扬起，一个强壮聪明的男人变成了残废，还拿什么跟他抢夏言？林笑野欣赏结束后，转头看向夏言，他看起来很正常，一点破绽没有，可那双漂亮的黑眼睛变灰了，睫毛动也不动，嘴唇还在微微颤抖，尽管情绪掩藏得很好，但依然没能逃过他的眼睛。男人故意试探开口，是礼堂那多管闲事的笨蛋，腿似乎被锯掉了，还流了好多血呢。夏言没有回话，他的脑子此时已经宕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前世他可是从人群高度密集的机场逃出来的，夏柔这种蠢货都没事，为什么他会失去一条腿？这时子弹上膛声响起，林笑野抬枪顶住了女孩脑袋，现在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夏言瞬间吓出一身冷汗，男人看他回过神，这才放下枪搂住他，枪口转向倒地不起的陈木舟。言，那个残废也这么叫你？告诉哥哥，你们是背着我睡过吗？话音刚落，夏言的心跳骤停，你疯了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是吗？可你看他的眼神怎么像在看旧情人？一股寒意爬到女孩的头皮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林笑野，你要是怀疑可以现在就杀了他。他此时心里在想，这对陈木舟来说也是解脱，失去一条腿在末世简直就是生不如死。男人沉默地看着他，半晌后朝着天空扣下扳机。李超强和乔诗琪都被吓得一震，孙小婉更是整个懵住，怎么会有枪啊？不讲武德，咱们来玩个游戏吧，现在每人去树林里给我带5只丧尸回来，合格的人留下，不合格的就去死吧。李超强僵硬地看向乔诗琪，这个人是疯子吗？他们还在纠结该不该为生存杀人，他就已经以玩弄人命为乐了吗？孙小婉脾气火爆地吼道，神经病啊你！下一秒枪声响起，子弹在孙小婉的脸上留下一道血痕，不想干的话现在就滚。三人无奈只能带着武器进到了树林，夏柔则是躲在车后面装死。蔡甜甜知道他是怎么欺负夏言的，早就想揍他了，直接一铲子狠狠打在夏柔屁股后面，在这装什么癞蛤蟆呢？快出去见见你亲爱的姐姐和姐夫吧。夏柔根本不敢正眼看林笑野，生怕以前做的事败露。姐姐我错了，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救救我，爸一直希望我们好好相处，我比你小，之前不懂事也正常，做姐姐的不都该让着妹妹吗？夏柔越说嘴皮子越溜，到后面甚至理直气壮了起来。蔡甜甜忍不住打了一耳光下去，闭嘴，让你说话了吗？这时男人眼神凝重地看着夏言，你有了妹妹，不会忘记哥哥吧？当然会，我们姐妹情深，我会不遗余力照顾夏柔的。闻言男人的眼神隐晦一闪，原来是这样，哥哥知道了。很快山林里传来动静，孙小婉率先出现，身后还带着被捆绑的5个丧尸。没多久乔诗琪和李超强也一起回来，他们背后也跟着10个丧尸。男人见状缓缓看向夏柔，我不养闲人，不过夏柔是夏言的妹妹，身为姐夫我于心不忍她去抓丧尸，这样吧，妹妹就负责看守这15只丧尸吧。孙小婉幸灾乐祸的大笑，之前的郁结一扫而空。李超强有些于心不忍，跟丧尸住一起，他一个大男人都受不了，更何况夏柔呢？乔诗琪皱眉盯着他，你再有同情心一点，信不信立马就能和陈木舟躺在一起？李超强瞥向地上昏迷不醒的男人，默默闭了嘴。等事情结束后，他们来到别墅后方，那里有着2层仓库，原先的佣人房也是设在此处。乔诗琪有些失落地坐在窄小的床上，她生来就是众星捧月的公主，这跟她想的生活落差很大，毕竟她曾是他的未婚妻，难道连一个标房都配不上吗？孙小婉则是躺在床上昏昏欲睡，可下一秒她就完全清醒了。李超强，你疯了吧？你还敢把她弄进来？
小心林笑也请你吃枪子，他还有气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，也是个可怜人。孙小婉闻言脸皱成一团，算了，我出去找找有什么能用的。好巧不巧，刚出去就撞到正在跟狗打架的蔡甜甜。蔡甜甜指着他，赶快回去啊，否则我叫人了。孙小婉挠了挠头，有绷带和消毒水吗？蔡甜甜闻言瞬间警觉，你们有人受伤了？咬伤？不是咬伤，就是很简单的擦伤。那你等我一下。说着就跑进别墅，拎出医药箱，然后送到孙小婉手里。看着眼前的箱子，孙小婉突然觉得对方的红毛变得顺眼了。你也是诺丁大学的吗？没错，我是表演系大4的蔡甜甜。我知道你的名字。女孩伸出手，我叫孙小婉，是武术特招生，练了10几年的柔道。说完还望着篮子里的葡萄吞咽口水。蔡甜甜啧了一声，拿出2串葡萄装到塑料袋递给他。孙小婉含着口水连连道谢，然后扭头一溜烟跑没影了。托托看到对方离开，他满脸睥睨的在他踩过的地方尿了2滴，不愧是大魔头的狗，领地意识竟然这么强。夏言进去后径直的前往了2楼，林笑也知道他一定会来，所以一直在这等着他。林少爷，你愿意听我说一个故事吗？男人闻言点点头，伸手示意他继续说。那是我做的一个梦，梦里我没有接你出狱，然后在学校的交流会时遇到了丧尸，在我差点被吃时，是一个男人救了我，他很强壮也很善良，跟你完全不同。夏言突然后知后觉笑了起来，现在他才醒悟，当初之所以迷恋陈木舟，是因为他和林笑也截然相反，他是陈木舟，你在梦里爱上了他对吗？夏言坦然点头，是他。那你现在还爱他吗？男人一脸平静，可心里却想着如果敢说还爱，那么他一定会亲手掐死他，然后再一起去死。夏言缓缓摇头，现在梦醒了，有的只是惆怅。林笑也闭上双眼，久久都没有说话。夏言不奢望他能理解，毕竟他从来都不是善于倾听的人。他没有死，我会救活你梦里的爱人，不许哭。